大家好，我是魔法创作室，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。在当今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，手机早已成为了我们形影不离的伙伴，几乎人手一部。倘若外出时不慎忘记携带手机，那种仿佛与世界脱节的不安感便会油然而生，让人极度缺乏安全感。当我们身处家中或是办公室，暂时不用手机时，它往往会被随意地放置在桌面上。然而，你是否曾认真思考过，手机究竟应该屏幕朝上，还是朝下放置呢？或许大多数人都未曾留意过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小细节，但实际上，当我们把手机放在桌面上时，最佳的放置方式是将手机屏幕朝下。那么，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？且听我细细道来，主要有以下几个关键原因。第一个方面，我们手机上都有各种的 APP 以及软件等，就拿微信来说吧，几乎每个人的手机上都有安装。微信不仅是我们与亲朋好友聊天沟通的重要工具，还承载着许多隐私信息，比如一些私人对话，以及工作中至关重要的信息和内容等。倘若我们将手机屏幕朝上放置，一旦微信上有新信息传来，旁人很容易就能看到屏幕上显示的内容，这样一来，我们的重要信息就极有可能泄露出去，个人隐私也就荡然无存了。所以手机屏幕朝上放置，不仅对手机本身存在潜在危害，还容易导致个人隐私的暴露，因此强烈不建议大家采用这种摆放方式。正确的做法是，一定要将手机屏幕朝下摆放。当我们把手机的保护壳取下后，会发现，手机的背部通常是由金属材质制成，质地坚硬。当我们将手机屏幕朝下摆放在桌面上时，手机能够得到较好的保护，相对来说更加安全。第二个方面，现在的很多手机都配备了多摄镜头，而且由于相机硬件规格不断提高，镜头难免会有一定程度的凸起，几乎很少有手机能做到镜头完全和手机背面机身保持纯平。将手机屏幕朝下放，能够很好的保护手机的摄像头不直接与桌面接触。如果手机正面放置，凸起的摄像头就会与桌面接触，在日常使用中非常容易造成摄像头的刮伤或擦伤，进而影响到拍照的质量。而将手机背过来放，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，让摄像头得到更周全的保护。第三个方面就是预防灰尘液体接触屏幕。如果手机屏幕朝上放置，在灰尘较多的环境中，手机屏幕很容易积聚灰尘变脏。当我们需要清洁屏幕时，对于那些吹不掉的灰尘，就不得不动手擦拭，而这就有可能会刮花手机的屏幕钢化膜。此外，手机屏幕正面朝上放置时，万一不小心将水、饮料、汤或者聚会时的酒水等洒到手机屏幕上，尤其是带有油渍的汤，清理起来会非常困难，甚至可能导致手机进水，这对手机的损害是极大的。而且，如果手机屏幕直接朝上摆放在桌面上，还存在意外风险。比如，我们的桌面上通常会放置水杯、装饰品、花瓶或者孩子的小玩具等物品。当我们拿起水杯喝水时，尤其是对于小朋友来说，可能会不小心没拿稳水杯，或者手中的玩具不小心掉落，刚好砸在手机屏幕上，这样手机屏幕就很容易破裂。我们都清楚，更换一个手机屏幕的费用可不低，少说也要200-300元，贵一点的甚至要600-700元，700-800元不等。仅仅因为摆放方式不当，就造成如此巨大的损失，实在是让人感到心疼和不值。而手机背面是金属材质，比较坚硬，即便有物体砸下来，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手机，使其不受到严重损伤。所以当手机不用时，将屏幕朝下放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因环境因素或人为因素导致的损坏。另外，我们外出时
常常会把手机随手揣进裤兜，但其实这也是有讲究的。一定要记住，手机屏幕千万不能朝外面放，而应该紧贴我们的大腿内侧。这是因为，如果屏幕朝外，我们走在路上时，难免会发生一些磕碰，一旦被别人手中尖锐的东西碰到，手机屏幕就很容易碎裂。而如果将屏幕贴内侧放，即使别人碰到了，碰到的也是手机壳的部分，手机壳可以起到很好的缓冲作用，从而保护手机屏幕。所以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，我们一定要牢记在心。第4个方面，手机壳的背部通常是由坚硬的金属完全制作而成，而手机屏幕上一般都会贴上一层保护膜，用以保护屏幕免受损伤。当我们把手机屏幕倒扣在桌面上摆放时，就无需担心手机屏幕被划花了，因为即使屏幕上的钢化膜被划花，我们也可以随时更换，相对来说比较方便和安全。而且手机背面的金属材质坚硬，能够在物体砸落时保护手机不受到严重的损伤。同时，当手机上有重要信息传来时，屏幕朝下放置，也不会被别人轻易发现。所以我们在摆放手机时，一定要注意将手机屏幕朝下，这才是正确的摆放方式。你学会了吗？当手机电量用完时，我们通常需要充电。那么大家平时是如何给手机充电的呢？是等电量完全耗尽后再充电，还是在电量低于20%时就开始充电？其实很多人对充电的做法并不正确。在充电时，如果身边有充电器，就可以抓住机会随时充电。这种零散充电的方式，不仅不会影响手机的正常使用，反而更有利于电池健康。每个人的充电习惯各有不同，有些人喜欢等电量耗尽后再充电，认为这样能让手机充电效果最好。然而想要延长手机的使用寿命，建议将电量保持在60%至70%左右，是更为理想的做法。无论如何，只需了解这个充电比例即可，尽量避免让手机整夜充电。如果使用不匹配的充电器，或者手机质量不佳，可能会导致手机损坏乃至烧毁。此外，长期这样充电也会缩短手机的使用寿命。很多朋友习惯将手机充至100%，认为只有充满电才有安全感，但这种做法对手机并不友好。总的来说，给手机充电的最佳方式是有机会就充，即使只是几分钟也好，不要等到电量完全耗尽后再充电。尽量保持手机电量在45%至75%之间，并使用原装充电器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。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。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或许你有更多更实用的小技巧，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哦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生活技巧。每天呢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，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